没事。凤老既然专程把人送到这儿来托付给我，就先放这儿吧。谢谢。快来跑！你们到底在藏典阁里遇到什么了？怎么出现的？把过程仔细给我描述下。我们出去说吧。为什么替我挡呢？万一你体内没有这股外力，如今在我眼前的就是一具尸体了吧？那时你在想什么？今日藏典阁之事虽未能保留物证，但灵犀、图利2位人证证词清晰确凿，岛上盔甲制品多来自程家。程老总要给个说法吧？哼，我程家几代皆善锻造，打造过的器物铠甲更是数不胜数，怎么可能件件都盯着去戳？万一真和我程家有所关联，最多算是失察。失察？怕不是失手吧？凤老这副迫不及待栽赃的样子，也很失态呀。禀诸位长老，全岛人数已核查完毕。全员俱在，无人失踪，也无人受伤。这可都是虚家族人仔细核查的。2位长老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李丫头明明亲眼所见盔甲里的人遇水淹灭，岛上怎会无人失踪呢？那究竟是哪里来的人？而且，凤老指证狂徒招招致命，就是为杀人而去。岛上杀人可是极罪，被记到岛历上，天赎时可就出不去了。我程家子孙有何理由做出此事？再加上刚刚人口清查，足以证明做这件事的根本就不是岛上的人。你是指竞选上仙？就在前几日，有人幻化成我的模样，到程家盗取火枝。由于没到城，再加上我想毕竟是仙家贵客，也许只是贪玩游览，我便没宣扬，可谓给足颜面。没想到今日竟幻化成盔甲人，犯下藏典阁猎杀一案。可无人批示法印准许竞选上仙进入藏典阁，2位人证也都没在阁内见过上仙，程老可不能乱栽赃。徐老太君如何确定他需要拿到法印批示才能进入阁内？10年前的商镇没有法印进出藏典阁的悬案，至今未查清。若我能拿出他进过藏典阁的证据呢？我从我爹留的暗门进来的，不能被人知道我今天来过。那这里的事你是如何得知的？程冉传信。该不会是程家在布局吧？凤老当知晓，岛上只有外来者才可能会幻化，此般情况你只怀疑程家，对外来上仙却只字不提。你们该不会是同伙吧？一派胡言！3天时间，我若能找到关于竞选上仙的证据，3天足够毁灭更多程家涉事证据。你该不会是在拖延时间吧？行了，诸位不要吵了。此事事态严重，情节恶劣，我徐家绝不允许岛上存在这种隐患。盔甲一事仍会继续彻查，以及3日后，程老若拿不出此事和竞选上仙相关的证据，那盔甲杀手就和程家脱不了干系。
我便以岛归，免去你长老席位。若我拿出证据，证明这净玄上仙真的有问题，也请虚老和凤老拿出指责我的态度，三方一起行使制衡术，可别手软。阿轩，你今晚有时代替你爹去北云岭做监工，这件事情以后都交由你负责了。是，老爷。爹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老爷对你可是彻底不信任了，连之前不让我碰的事，少爷，如今都成了我的任务。等等，啊！竟完全找不到那东西的蛛丝马迹。参与了邪阵，跟商阵有何关系？还有在神界销声匿迹许久的引力，居然关在岛上。这么大的事，藏典阁里都没有记录，难道被程家抹掉了？没想到一向不闻窗外事的凤老，竟对陈年旧事感兴趣了。怎么，我身为长老之一，还没有资格看着资料呢？程家管得也太宽了吧！凤老留步。凤老刚才误会我的意思。商家当年之事，我也有诸多疑虑，所以这些年一直在暗中调查。您想了解什么，可以问我，定将所查结果直言相告，不也免得凤老无端浪费时间吗？那你可知当年商镇身边有个黑衣怪人？啊，您刚才是在查这个呀？不然你以为我在查谁？哦，没。关于黑衣怪人，我却也查到些许线索，但我能屏蔽程家监视的时间有限，此事一句半句讲不清楚。凤老若是信得过我，您用法术将监视完全屏蔽，我们方可畅聊。该不会是程家诈我的套路吧？若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，将我从长老会除名。此等法术我可不会。既然今天时间紧促，后面再寻合适时间吧。我得回去上课了。也好。冒险来跟我说这些，是图什么？怕我深入调查商家？可如今就算我查下去，对商镇又能有何影响？不会是怕我查到商家和静玄的关联吧？难道他知道静玄的身份了？这……坐，尝尝看，不太熟练，你夹下。哇！少仙太谦虚了吧？你这手艺能发大财的。能吃就好，借助以多加叨扰，着实不该指摘你人际交往。昨天言行不妥之处，请多包涵。嗨，不怪你，岛上情况你不熟。这程家啊，有人是挺讨厌，但程叔叔很照顾我。阿炫少爷行医颇受岛民爱戴，都是值得结交的人。你那群老乡呢？你不怕他们对你不利？你疑心重这一点很像我爷爷呀，他也老觉得别人会对我不利。在爷爷眼里，全世界最弱的就是我。哎，没法跟他解释。你疑心也这么重，是因为忽然被关到陌生的地方没安全感吗？安心，明年天熟就能出去了。这之前你就听我的，踏实住在这儿，放松心情，多交朋友。
1年时间，保准眨眼就到。凡人临时防备薄弱，易被窥视。记忆所解开的事，估计很快就会被有窥视能力的人知道。凡人恐怕没那么容易离岛。岛上有窥视能力的人，究竟都有谁？这些，程冉会知道吗？3天过得真慢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当面问他了。另外，他的建议你怎么看？劝上仙还是不要住在这衡水居，您所在的地方，恐怕会成为岛上角力的漩涡中心。衡水居积年累月设有多层结界，是我最方便隐蔽的出城，不能换，而且也方便应对力量遇险。神族物件防护力强，如果能将此物改造，再给它用于临时防护就更好。这些文字好熟悉。你认识神族文字？只认识一部分，其他的想不起来，但我可以操作试试。多亏屠姑娘送给我们的木材，这船总算是修好了。啊！客气什么？别愣着了。灵犀小姐给的食物，兄弟们拿去分分吧。好，谢谢屠姑娘。公子，谢谢。你说了那么多机密，可考虑过后果？跟那边的兄弟也分分啊。如果他背叛我们，岛上的仙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都统多虑了，丽娘是明白人，而且这次多亏了她送药送吃的。总之，出了事我负责。你都自身难保了，拿什么负责？雨都清了吗？岛上这帮神仙不会留一手吧？我恢复的已经很快了。您这边就抓紧准备起航事宜吧。唉，这事儿没那么容易。船自从被那个上仙推回岸上，搁浅很深。我们集全船人力试过几次，都难以撼动分毫。需要把积在船底的泥沙挖掉，再砍伐些原木垫上，待涨潮之时，才能再次借潮水之力入海，相当耗费人力、物力和时间。这船怎么动了？瞎说什么呢？这船哪动了？吃你的东西啊！这动了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快追呀！别让船见力飘走了！快追呀！快追呀！别说这风凉话了，赶紧追！当年凤老立约，愿以岛外知识见闻换取一届长老席位，直到休眠前授课，成果颇丰。如今您出关已有几日，是不是也该恢复授课了？唉，醒来至今仍感乏力，而且这届长老任期也快到了。天竺出岛，已经倒立审判，不知凤老是否还有印象？当年您对倒立起事的合约上有个细项，授课不低于1000个时辰。
也是，毕竟玲珑是这岛上千载难逢的好苗子，若错过这一剑，真是我曾为人师的损失。风老，自习时间结束了，往后学下一章吧。不错，玲珑很尽责嘛。下一章课题是天赎，由玲珑先来做个概念提炼吧。天赎是我们岛上这些谪仙回归仙班的唯一途径。普通岛民的天赎流程为2步。先由党吏为全岛所有人判定善恶功过，此为第1步。通过判定之人，在第2步中需要接受神使的考验，回答3个问题，答对者方可通过天赎回归仙班。而3位长老的天赎则多一个步骤。天赎当日，3位长老作为岛上治安协理代表，可与神使当面交谈。奶奶一直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给徐家过世的老祖宗和其他没通过的族人说情，但我觉得他想多了。天龟哪是能讲情面的？而且，万一他自己都没通过问题考验，师父。商家人周身的能量场还真是特别，闪避速度飞快，是什么原因？好家伙，吓我一跳！你是干嘛的？研究一下招式，没准后面可以帮到老爷。哟，可以啊！弱不禁风的小呆子，也会为家里分忧啊！哥，帮我去制香室拿本书，墨绿封套那本。嘿，还开始欢你哥我了还？4个香囊。啊，得嘞。其实我也没见过屠霍本人，手串来自一位老水手，舍利宝塔的传说也是他告诉我的。他说，神仙从舍利塔里取出了一些舍利子，交给屠霍作为往来的钥匙。屠霍将其分别嵌在几个手串上，私心留在陈氏一份，以作备用。交由老水手保管，便再次出海，返回思量岛寻亲。自此，屠霍其人就彻底失踪了。萧记记忆中，爹确实回岛上来了，难道还在岛上？以及，看来舍利塔才是进出思量岛的关键。小时候好像见过那个东西。那时太小，记不清了。那东西后来去哪儿了？我爹他们从哪儿弄来的舍利塔？老水手并未细说，待我们回凡间，就寻他来问话。果然是稻香符，出现在头部多半是做记忆用的。是爹的手笔吗？为何要锁？锁住的会是什么内容呢？你去挑衅他干什么？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今天要不是你老爷在，看你怎么收场。爹在乎的，真的是我收不了场吗？你竟然开始忤逆我了！我只是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判断了。我不希望有人伤害我的家人，毁掉家园，就像当年商家一样。
对于有这样重大嫌疑的一个人，您的袒护不觉得过于明显吗？我确实做不到不顾你的安危把这件事告诉老爷，但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控制潜在的危机。得出什么结论了？啊？还没有。爹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会背叛程家吗？不见了。乖乖，小祖宗，就吃一口吧，啊！爹求你了，行吗？吃饱了才能长高高。哎。